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听书学史。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大平信孝先生所著的《不靠意志力成为能立即行动的人的37个小技巧》这本书。让我们首先来看一个例子。A 先生像往常一样，一边吃午餐，一边思考着一些事情。虽然今天之内，他必须向上司汇报上午所发生的麻烦事，但他还没有去准备。他一直拖延着回复邮件。现在邮箱里的邮件已经堆积如山。A 先生心里觉得实在太累了，太多麻烦事了，还是再过一会儿再处理吧。尽管每天都如此忙碌，却感觉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。他一直都想学习英语，但实际上并没有付诸于行动。为了身体健康，他决定进行肌肉锻炼，但也没有坚持下来。工作已经让他忙得不可开交。A 先生感到深深的自我厌恶，他真的很想重整旗鼓，但不知道应该怎么办。许多人可能也有着类似的经历，他们也许会想，我和 A 先生简直太像了，真的很羡慕那些能够立即行动起来的人，这些人的精神可真是强大呀。其实能立即行动的人并不是依赖于动力或者意志力，而是通过自然的激活立即行动这一开关，从而能够毫不费力地开始行动。事实上，每个人都有立即行动的开关，只是那些容易拖延的人忘记了如何来开启它。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缺乏动力或意志力薄弱，也不是性格的问题，而是由于人类大脑的特性。人类大脑本质上是非常懒惰的，在面对新的挑战或解决难题时，会启动一种自我保护机制，更倾向于维持现状。然而，如果我们能够让这个懒惰的大脑积极起来，就可以开启立即行动的开关。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3个部分：第一，打造立即行动大脑的技巧；第二，成为能立即行动的人的简单技巧；第三，成为能立即行动的人所需的情绪管理方法。首先是第一部分，打造立即行动大脑的技巧。我想告诉大家的是，不要因为自己无法立即行动而责备或讨厌自己。正如开头所说的那样，您无法立即行动，并不是因为您的意志力或性格有问题，而是因为人类大脑的机制就是如此。人类的大脑为了维持生命，除非遇到了威胁生命的事情，否则它会尽量避免变化，倾向于维持现状。这种防卫的本能会让您难以长时间去坚持某件事，导致3天打鱼2天晒网的情况。可能有的人会说，我看到周围有的人做事总是很快，他们的大脑难道没有这种防卫的本能吗？那么能立即行动的人的大脑到底是怎样的呢？他们和那些无法立即行动的人究竟有何不同呢？我们人类的大脑中有一个叫做伏隔核的部位，当这个部位受到刺激时，会分泌出一种名为多巴胺的激素。这种激素会提高您的积极性，并让您感受到愉快。多巴胺正是行动力的源泉，而伏隔核则是释放多巴胺的开关。一旦这个开关被打开，任何人都可以变得立即行动起来。然而，这个伏隔核的开关并不是通过意志力来切换的，即使您给自己打气，或者周围的人鼓励您，也无法启动这个开关。因此，即使您自己下定决心要努力，或者被别人催促要赶快行动，也很难立即行动起来。伏隔核需要通过某种行动来受到刺激，并释放多巴胺，而伏隔核的开关只有在您开始行动时才会打开。可能有的人会说，可我正是因为无法立即行动才感到困扰啊。请不用担心，伏隔核的开关所需的行动量其实非常小，这要归功于大脑的可塑性。可塑性是指大脑倾向于拒绝大的变化，但能接受小的变化的特性。因此，您不需要一开始就完美的完成所有的任务，而是可以尝试从小事做起。这样做，即使是懒惰和抗拒变化的大脑也能适应。比如，先把教材和笔记本打开，或者先打开电脑的电源。通过这些小小的开始，您就能启动行动的开关。如果您需要写报告，但提不起劲，可以先写个标题，这样的小行动就能开启您的伏隔核开关。
那些无法迈出第一步的人，通常有一个共同点，他们总想着事先做好万全的准备，并按照计划行事。虽然毫无准备的行动并不现实，但过多思考和准备反而会让您停滞不前。为了能够立即行动起来，请您先增加行动的数量，随后再逐步提升行动的质量，这才是正确的顺序。许多人因为一开始就同时追求数量和质量，结果反而导致了无法行动起来。此外，有的人可能因为缺乏自信，会担心自己无法增加行动的数量。但请大家一定要记住，即使是小的行动也能够让您前进，只要开始做了，就已经迈出了重要的一步。对于那些感到无法增加行动数量的人，作者建议采用临时决定和行动的方法。例如，开头提到的那位懒惰的 A 先生想要开始进行肌肉锻炼，像往常一样，他在事前考虑了很多问题，比如是去健身房训练还是在家里训练更好，是否需要准备训练服和运动鞋。结果是2个多月过去了，他还没有开始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可以尝试临时决定和行动的方法，先换上现有的便于活动的衣服，然后在原地做5到10个俯卧撑或仰卧起坐。可能您会发现自己连10个俯卧撑都做不了，或者肌肉拉伤了，产生了意想不到的结果。但这并不是失败，而是通过行动获得的成果。您通过行动了解到自己的实际情况，比如您只能做5次俯卧撑，那就可以调整为做5次一组，做2组，或者从膝盖俯卧撑开始。如果肌肉拉伤了，可能是因为动作不正确，那么您可以选择去健身房找教练进行专业指导。即使临时决定和行动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，只需稍加调整即可。临时决定和行动的好处在于能够立即刺激您的福格核，分泌出多巴胺，同时通过各种反馈，让您更容易决定下一步应该怎么做。尽管一开始可能会让您有些犹豫，但一旦尝试过后，你会发现即使没有成功，也没有大的损失。经过一次这样的经验后，您下次就能更容易地行动起来。如果您觉得自己即使想要临时决定和行动，身体也无法动起来，那么请把迈出第一步的门槛降到最低，尝试从10秒钟能做的事情开始。比如，以 A 先生为例，10秒钟能做的事情包括换上便于活动的衣服，或者腾出做俯卧撑和仰卧起坐的空间。如果您想学习英语，可以先打开教材，或者搜索与英语学习相关的视频。如果您需要回复繁琐的邮件，可以先打开电子邮箱。您可能会怀疑这些小的行动是否真的有效，但实际上，即使是这些小小的行动，也能带来很大的效果。原因在于，在最初的几秒钟内，您几乎不会失败。这正是为什么这些小行动能带动后续行动的原因。想象一下，您可能会觉得打扫房间很麻烦，但有时候一旦开始，就会不知不觉地花上15分钟、30分钟，甚至是1个小时。如果开始能够顺利进行，就会让人能够持续下去。实际上，10秒行动的效果已经被脑科学所证实了。回想一下我们之前提到的福格核开关和大脑的可塑性，微小的行动能开启福格核的开关，微小的变化能被大脑所接受。等待动力的到来是永远无法行动的。大家首先要认识到这一点，然后从任何微小的行动开始，即使是临时做的决定，也要行动起来。通过这样，动力自然会随之而来。接下来是第2部分，成为能立即行动的人的简单技巧。对于计算报销费用、考试复习、整理房间等费时麻烦的事情，可能光是想一想就会觉得头疼，有时候根本不想动手，很容易拖延这些事情。为了不拖延这些麻烦的事情，在这里我将给大家介绍一种解决方法，那就是在前一天晚上稍做一下准备。如果是工作上的事情，可以在下班前稍做准备；如果是私人的事务，可以在睡前做一些准备。具体来说，可以参考以下几个例子。对于计算报销费用，可以在前一天的下班时，先输入一个项目，
或者将收据整理好，放在办公桌抽屉里最显眼的位置，然后再下班。对于考试复习，可以在睡前把教材打开，旁边放上文具。对于整理房间，可以在前一天晚上先丢弃2、3个不需要的东西，或者稍微整理一下准备要收拾的房间，让它更易于打扫。这样的小准备会让第二天更容易开始那些容易拖延的事情，因为这些准备工作是在前一天进行的，并不是当下要完成的任务，所以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完成。这个方法也适用于需要动脑的复杂工作，或者以前没有处理过的新项目。比如，在公司做企划时，可以先写下想要加入的要点，查看参考资料，或者新建一个文件并保存到桌面上。为什么这个方法能让您在第二天顺利行动呢？主要有2个原因：一、降低了行动的门槛；二、缩短了物理上的访问时间。就像之前提到的10秒行动那样，即使是提前做一些小的准备，也能让您的大脑认为这件事情已经启动了。此外，前期准备的推进会减少从零开始时的麻烦，这将大大降低拖延的概率。在行动之前经过1晚的睡眠也有其优点。大家都知道，在睡眠的过程中，大脑会整理当天所看到和听到的信息，在这一过程中，存储的信息会被调出来，并相互结合，从而产生意想不到的创意或者加深已有的想法。因此，在前一天晚上稍微着手准备一下，不仅能够增强行动力，还有助于产生新的点子。希望大家能够积极实践这个方法，在前一天晚上稍作准备，让第二天的行动变得更加轻松且高效。接下来，让我来分享另一个让日常工作更加高效的技巧。这个技巧就是在同一个地点做同一件事情。例如，作者在撰写稿件时，他总是选择在咖啡馆而不是在家中进行。这样一来，他的大脑中就建立了去咖啡馆就等同于进入撰写模式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这种条件反射会变得越来越强烈，因为总是在固定的咖啡馆进行写作，作者一到咖啡馆就会立即进入写作的状态，工作也会更加顺利地进行。选择咖啡馆作为工作场所还有一个好处，就是去那里的时候，除了电脑和相关的资料以外，不会带其他任何不相关的东西。这样一来，可以避免其他的干扰，从而提高集中力。心理学中把这种现象称为锚定效应或条件反射。只要您一到那个地方，就会自然而然地进入工作状态。为了有效地利用这种效果，我们需要选择一个固定的地点，并尽可能多地在那里进行相关的工作。您可以选择在公司里的办公桌、会议室，或者在周末和远程办公时，选择咖啡馆或者家里固定的一个房间。以下是一些具体的例子，例如，如果需要集中精力的企划工作，可以在喜欢的星巴克咖啡店进行，在不常用的会议室进行电话预约会议，在办公室的固定位置进行日常的例行工作。如果您是在家里远程办公，可以将家里划分为不同的区域，比如在卧室的桌子上进行需要动脑的工作，休息时在沙发上看 YouTube， 在书房进行处理事务等。此外，结合特定的时间段，也可以增强锚定效应。如果可以的话，尽量设置一个固定的时间段来进行特定的工作。锚定效应不仅适用于地点和时间，也可适用于各种场景，例如学习、读书、写日记、拉伸、散步、健身等。想要将这些活动习惯化，您可以在已经习惯的行为后面加上新的习惯。通过这样，您不用从头开始来培养新习惯，而是借助已经存在的习惯来逐渐增加新的行为，从而更加容易成功。例如，在刷牙之后做一个深蹲，早上喝完咖啡后打开日记本，一上通勤的地铁就开始读书。关键点在于明确已经习惯的行为的最后一步和新习惯的第一步。例如，早上不是简单的喝完咖啡后打开日记本，而是洗完咖啡杯后从抽屉里拿出日记本。起初可能会感到不习惯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
这些行为会变得越来越自然，甚至如果不做这些事情，就会觉得不对劲或不舒服。通过这些方法，你会发现不需要从零开始去做任何事情，只要稍作准备，或者借助已有习惯的动力，逐步行动起来，就能够有效地提高工作效率和养成习惯。接下来是第3部分，成为能立即行动的人所需的情绪管理方法。有时候，我们明明有必须要在今天完成的任务，却总是提不起干劲，或者面对明天的考试，本应该抓紧时间复习，却怎么也集中不了精神。我们大家估计都遇到过这种情况。有时候是因为心情的低落，有时候是因为长时间坐在办公桌前感到了疲倦。这些与工作无关的因素往往会阻碍我们的行动。当情绪低落时，我们往往很难行动起来；而在情绪高涨时，我们的行动力会大大增强。这是因为高兴和兴奋的状态可以促使我们的大脑分泌出多巴胺，而多巴胺正是我们行动的驱动力。当我们有任务需要完成，却提不起干劲时，可以通过暂时提升情绪来促进多巴胺的生成，从而使自己行动起来。短时间内提升情绪其实并不难，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像战国时代的将士们一样，高呼一声，同时挥拳向上。这种方式非常有效，但问题是，在公司环境中，这样做显然不太符合现实。不过大家不用担心，即使不那么夸张，简单的身体动作也能促进多巴胺的分泌。例如，以下这些动作就已经足够了：1. 伸个懒腰； 2. 调整坐姿； 3. 活动一下肩膀； 4. 踮起脚尖； 5. 原地轻轻跳一下； 6. 拍打一下身体，如脸颊、肩膀、手臂、大腿等。这些动作在公司的办公桌周围就能轻松完成。如果您在家远程办公，周围没有人，可以尝试30秒的快速抬腿。此外，在公司内上下楼梯或者出去买饮料也是一个很有效的方式。如果要买饮料，选择含有咖啡因的饮品，如咖啡，会有更好的效果。通过这些简单的方法，您就可以调节自己的情绪，从而提升行动力，成为一个立刻行动的人。为什么推荐咖啡呢？因为咖啡因也能够促进多巴胺的释放。您可能一直认为，要成为一个立刻行动的人，需要强大的意志力和精神力。但正如我们之前介绍的，通过一些小的技巧和习惯，我们的行动力就可以大幅提升了。既然你已经了解了这些方法，现在就可以开始尝试运用这些技巧了。最后，让我们来谈一下如何利用早晨的时间来提升一天的效率。大家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？一天的开始因为与家人的争吵而变得糟糕，导致一整天的心情都不好；或者因为睡过头，匆匆忙忙地开始一天的工作，结果一整天都无法冷静下来。这些都会影响我们的工作表现。这并不是因为您不够好，而是因为情绪一致效应在起作用。情绪一致效应是心理学上的一个术语，意思是我们的情绪会影响我们对事物的看法。当我们心情好的时候，更容易看到事物的积极面；而当我们心情不好的时候，更容易看到事物的消极面。因此，有一个愉快的早晨，对提升一整天的积极表现至关重要。即使在一天中遇到了麻烦，也能更快地恢复心情的平静，以积极的态度来应对。为了让您的一天有一个愉快的开始，作者建议您在早晨起床到开始工作这段时间里，加入一些能让自己开心的活动。这些活动可以很快成为您的习惯，比如慢慢享用一杯咖啡，吃自己喜欢的早餐，散步，做瑜伽或拉伸，听喜欢的音乐，冥想或打扫房间等。早晨起床后的几个小时是大脑的黄金时间，早起后可以在上班前处理需要高度集中注意力的任务，如策划、制定战略或学习。同样的，为了充分利用情绪一致效应的好处，可以在到公司开始工作前，进行一个让您心情愉快的习惯。例如，坐下后不要立刻打开电脑查看邮件，而是先清理一下桌面，倒垃圾，泡杯咖啡，伸个懒腰，或做几次深呼吸。
这些小动作都能让您的一天有一个愉快的开始。通过这些方法，你会发现自己更容易成为一个立刻行动的人。今天我们介绍了很多简单易行的小技巧，每一个都是利用大脑的特点来巧妙地激发我们的动力。不要等待动力从天而降，从今天开始，尝试这些小技巧，让我们的大脑乖乖地帮我们打起精神，立即行动起来吧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